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这家公司刚刚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人闭嘴的财报，收入增长85%，是它上市6年以来最快的一个季度，每股收益超出华尔街预期18%，全年指引直接上调了将近5亿美元。他的掌门人说了一句话：我们的财务表现碾压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同等规模的软件公司，然后股价盘后涨了15%。但同时，它的市盈率超过200倍。内部高管过去3个月卖了4亿3500万美元的股票，华尔街一半分析师喊买，一半喊卖。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仍在做空它。Palantir 代码 PLTR， 目前股价大约146美元，可能是整个美股市场上最有争议的人工智能股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Palantir 不卖模型，不做聊天机器人，它做的是一个数据操作系统。简单说，就是帮大型组织把散落在各个部门各种格式里的数据整合到一个平台上，然后用人工智能来分析、决策和执行。Palantir 2003年由 Peter Thiel 和 Karp 联合创办，名字来自魔戒里的见证之石，一颗能看到远方一切的水晶球。Thiel 投了30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最早的客户就是中央情报局。20多年过去了，这家公司终于从一个神秘的政府承包商变成了全球增速最快的企业软件公司。它的客户分2类，一类是政府和军方。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陆军、空军全是客户。乌克兰战场上，它的软件被用来追踪敌方部队的位置和调配后勤资源。近期，它还拿下了美国农业部3亿美元的人工智能现代化合同。这说明政府客户的范围正在从军事扩展到民用。另一类是企业，空客、通用电气航空、Stellantis、克利夫兰钢铁都在用它的平台。它的秘密武器是一个叫做 AIP 的产品，人工智能平台。企业客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用自然语言下指令，系统会自动调用合适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完成任务，不需要写代码，不需要数据。Palantir 的销售方式也很独特，它不派销售团队去推销，而是邀请客户来参加为期1到5天的训练营。客户带着自己的真实业务问题和数据来，Palantir 的工程师现场帮他们搭建解决方案。Bloomberg 报道说，这些训练营的转化率极高，很多客户体验完就直接签合同。Wedbush 的分析师 Dan Ives 称，这种模式正在加速企业客户的签约速度。来看刚发布的第1季度财报，收入16.3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华尔街预期只有15.4亿，超了将近1亿。这是 Palantir 2020年上市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0.33美元，预期0.28，超了18%。会计准则口径净利润8.71亿美元，去年同期只有2.14亿，翻了4倍，净利润率53%。调整后经营利润9.84亿美元，利润率60%。拆开来看，美国业务是绝对的发动机，美国客户收入12.8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直接翻倍。其中，美国商业客户收入5.95亿，增长133%；美国政府客户增长84%。掌门人 Karp 在股东信里写了一段非常自信的话，他说：“每个员工每年贡献150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效率在整个软件行业里几乎是最高的。”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Palantir 不跟模型公司竞争。他说，模型公司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每6个月就换一批赢家和输家，而且推理成本在几年内暴跌了1000倍。Palantir 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它是建在所有模型之上的应用层，不管哪个模型赢了， Palantir 都能用。指引更让人兴奋，下季度收入预计18亿美元，华尔街预期只有16.8亿，全年收入上调到76.5到76.6亿美元，华尔街预期只有72.7亿。
之前管理层自己给的指引是71.8到72亿，一个季度就上修了将近5亿。另外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数字是美国客户的剩余合同价值，49.2亿美元，同比增长112%，环比增长12%。这笔钱是未来几年已经签好的订单，说明 Palantir 的增长管线非常厚实。Karp 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更狠的话，他预计美国业务在2027年还会再翻1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以外的业务增速明显慢于国内，国际收入的增速远低于美国的104%。这一方面是因为 Palantir 在国际市场的品牌认知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对使用美国公司的软件处理敏感数据有顾虑。Karp 在电话会上承认，国际业务是需要改进的领域。说完好的，说说让人不安的。第一个问题，估值。Palantir 目前的市盈率超过200倍，按远期市销率算大约48倍。跟同行比一下，微软大约20倍市盈率， Google 大约25倍， Palantir 是他们的10倍。 Morningstar 给的公允价值只有63美元，认为目前溢价超过127%， GF Value 评分只有1分。第二个问题，内部人大量卖股票。过去3个月，高管累计卖出了4亿3500万美元的股票，其中 Karp 本人卖了大约6600万。华尔街的看法是，内部人卖股票不一定代表不看好公司，可能只是个人财务安排，但4亿多的卖出量还是让人警觉。第三个问题，美国商业收入虽然增速惊人，但这个季度的绝对值 5.95 亿，低于部分分析师预期的 6.05 亿。换个角度看，增速虽然达到了 133%， 但有一小部分预期是没有被满足的。第四个问题，竞争。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一直在做空 Palantir， 他认为 Anthropic 等模型公司的快速增长会侵蚀 Palantir 的人工智能中间件护城河。Karp 对此的回应是，我们的路径跟模型公司完全不同，我们是在帮客户把人工智能用起来，而不是在卖模型。但 Burry 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模型公司自己开始做应用层，直接面向企业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Palantir 的中间件地位就会受到挤压。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已经达到300亿美元，增速远快于 Palantir， 这场竞赛远没有结束。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极度分裂，28个分析师里15个给买入，11个给中性，2个给卖出。目标价从最低45美元到最高260美元，中位数大约196美元。Wedbush 的Dan Ives 是最坚定的多头，给了230美元的目标价，说 Palantir 可能成为10000亿美元市值的人工智能公司。Oppenheimer 刚启动覆盖就给了200美元。另一边 HSBC 近期把评级从买入下调到了持有，认为当前估值已经充分反映了增长预期。Morgan Stanley 也持谨慎态度，认为即使再交出一份超预期的财报，股价也很难大幅突破，因为碾压预期已经变成了市场的基准假设。最后说说 Karp 这个人。Alex Karp 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科技公司掌门人，他是斯坦福法学博士和法兰克福大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博士。一个研究社会理论的哲学家跑去做军事人工智能，这个反差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在科技圈里，他以光脚开会、住在山里说话极端出名。他在近期的 AIPCON 大会上说，让美国特殊的是我们的致命打击能力，我们打仗的能力。他说人工智能革命是独属于美国的。在那场大会上，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脚上是一双拖鞋，站在1000多名军方和企业客户面前。台下有五角大楼的将军，也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这种画面在任何其他科技公司的活动上都看不到。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我们知道美国军人正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会把整个公司的资源全部压上去。
这种风格在散户社区里极受欢迎。Reddit 和 StockTwits 上 Palantir 是讨论度最高的个股之一，但也正是这种风格让一些机构投资者保持距离。核心判断就一个， Palantir 的增速是真实的， 85% 的收入增长和 60% 的经营利润率在整个软件行业里找不到第二个。但200倍的市盈率也是真实的，这个估值已经把未来好几年的增长都提前定价了。如果你相信人工智能应用层的爆发才刚刚开始，而 Palantir 作为数据操作系统的定位会让它吃到最大的蛋糕，那当前的估值可能是合理的。如果你认为模型公司的竞争最终会压缩中间件的价值，或者增速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放缓，那200倍的市盈率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起点。这可能是整个美股市场上最两极分化的一只股票。看多的人觉得它会是下一个10000亿美元公司，看空的人觉得它是一场散户驱动的估值泡沫。真相可能在中间，但找到那个中间点才是最难的。Karp 在股东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他说，在这个时代，软件公司必须在世界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Palantir 的位置很清楚，它站在政府和企业把人工智能从实验室搬到现实世界的交叉路口上，这个路口有多大，就决定了 Palantir 值多少钱。感谢大家观看，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